爹爹，你到底什么时候娶董老师入门啊？爹爹，让董老师永远留在我们家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和董老师玩啦。妈咪总要我们学这个学那个，我和妹妹好累的。董老师经常跟我们一起玩好玩的，吃好吃的，我们更喜欢董老师。再过几天，我便去请上峰做奴，让兰姨名正言顺的进门，这样董老师就可以一直陪我们玩。阿宋，孩子还在这儿，你说什么呢？爹爹真好。舒敏，你可想好了，那2个孩子是你怀胎10月，在手术台上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才生下来的骨肉啊！你真能就这样割舍吗？姑母，他们身上流着我的血，心却已经向着外人。崔宋会安置好他们的，我只求离婚，从此两清。想当年崔尚不过是个穷学生，你却在那么多留洋归来的公子居子里独独挑中了他。如今他借着魏家的事成了总长，你反而要离婚了。这世道人变起来真快。姑母，可我从未变过。我当年嫁他，不求他位极人臣，不求他大富大贵，我求的不过是这一辈子的相守，一心一意。可他呢？他违背誓言，为了个董兰姨，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你的请求我准了，离婚的声明我这几日便会派人去办。你先回去好好准备，跟崔家做个彻底的割舍吧。怎么弄得满桌子都是？衣服都要脏了。妈咪别拍，这是董老师送我的新洋装，弄脏了就不好看啦。妈咪你回来了，我们想给董老师做生日蛋糕，可是不会烤，你能帮我们一起做吗？记得我上半年的生日，他们不过是敷衍的说了几句祝词，从未提过人礼物这回事。既然是你们对董老师的一片孝心，那就自己慢慢做吧。好烫啊！小何，交代你去办的那几处房产和存单都理清楚了吗？回小姐，当年您出阁时的资产，我按您的意思分成了3份，1份由我亲自保管着，另外2份名义上已经划到了大少爷和大小姐的名下。崔宋当年虽只是个留洋回来的穷学生，可我魏家从没看轻他半分。10里红妆，81台嫁妆，在这城里，谁提起来不夸一句魏家嫁女人的排场？如今7年过去，这份家底虽然被崔宋这些年挥霍了些，但剩下的依旧够他崔家躺着花上3辈子。你按寻常人家子女应得的份额，把崔继和崔宝儿名下多出来的资产全部列出来，这些本就是魏家的东西，我要收回来。当年魏家过来的佣人少说也有上百人，你去问问看，有谁愿意跟我走，脱离崔家？小姐，您这时候突然清点这些，是不是真的打算走了？我要离开这口枯井，去外面看看真正的世界。听说南方的天很阔，海很深。不论小姐要去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小何永远陪着您。舒敏，回来的路上顺便去新月坊店给你带了点心。这不过是他中午陪着那女人和孩子用完餐后打包回来的剩菜罢了，连盘子都不舍得换一个。路上被公事耽搁了，恐怕菜已经凉了。你若是不想吃，就叫下人倒了。既然总长都说凉了，那小何拿去喂狗吧。你今日去魏公府见姑母，怎么没叫我陪你一起去？总长不是忙着带2个孩子出去开眼界吗？我正好抽空去陪姑母喝个下午茶。2个孩子也大了，淘气的很，我是怕你事事亲力亲为太累了。不过还好有董老师帮衬着，他们很听董老师的话。我书房还有几份公函要批，你早点歇着。
妈咪今日连饭都不跟我们一起吃，就是忙着清点这些东西。你还小，不懂这世道没钱寸步难行。这些股份和寸单够你将来出国留学、成家立业，哪怕是在这乱世，也比旁人强出百倍。你要收好。我不用这些，爹爹以后会给我更好的。你要是放心不下，就自己收好吧。这都是妈咪以前送我的，说给我当嫁妆的，凭什么现在要收回去？妈咪坏！崔宝儿是我的第二个孩子，我怀着她时正赶上北边军阀混战，我在逃亡途中动了胎气，损了身子，才为她取名宝儿，以为失而度得的珍宝。可如今，小何，按单子核团，少一样都不行。小姐都理好了，只是当年老夫人留给您的那枚红血凤镯，您说给大小姐压箱底的，今儿搜遍了屋子也没瞧见。镯子呢？那是你外婆留下的唯一遗物，你给谁了？说，镯子在哪儿？听小姐的话，听大小姐的佣人说，大小姐前儿说董老师带翡翠太寒酸，只有那枚镯子才衬得起她的身份，就私下送给董小姐了。妈咪，你别去，是我自愿给老师的，你这样去会让老师没面子的。董小姐，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轻重。你这种自诩读过新书、懂规矩的人，总不该也跟着眼瞎吧？那是王母遗物，请物归原主。魏小姐，这可是宝儿亲手送我的谢师礼，宝儿说那是她最喜欢的东西，只有最爱她的人才配戴。我现在还回去，岂不是伤了孩子的心？董小姐，这世上的宝物皆有出处，你觉得你带着这魏家100年的传承，走得出这崔府的大门吗？小心折了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你原也是名门千金不假，可惜你家老太爷当年站错了队，全家被抄没落化，你这才沦落到了这地步。是崔宋动用关系将你捞了出来，金屋藏娇养在这后院之中。你一个戴罪之身，哪里敢穿金戴银出门招摇瞧事？董姑娘，物归原主吧。爹爹快来，妈咪和老师掉到河里了。兰心，魏淑敏，你如何了？董老师说他真要把镯子还给你，拉扯间不小心掉进河里，镯子也碎了。这事儿你也有不妥之处。我先回去休息了，小何，照顾好夫人。夫人，老爷这几日亲自照料，昼夜不分，倒是用心了。约莫是因为救他没救我，心里愧疚罢了。那些佣人都问好了吗？这几年还在府里的共有79人，都是效忠于老东家的。妈咪，您终于醒了。妈咪，我再也不和您吵架了。大少爷、大小姐都下去吧，夫人还要休息。魏淑敏，那日我下水救了董兰溪，众人都看见。为了她的名节，我决定给她个名分。你进来摆脸色给谁看？要怪就怪你自己，好端端怎么动起孩子的嫁妆？你要做什么？那他今后就不是家庭老师了，对吗？往后他入府读书，你不必为难，各自安好些。既然要做姨太太，从前的课锤我算了他双倍，便还一半给我吧，也就几千大洋。去拿钞票。好，魏淑敏，我即刻登报声明，让兰姨正式入府。往后不再受委屈。小何，你现在就拿着这些钱去找中介买个好点的宅子。是，小姐。今日请诸位经理过来，不为别的，从今天起，魏家所有铺子的经营权我要全数收回。以后无论是营收还是亏损，各位直接向我本人汇报。大小姐要亲自掌舵，那是再好不过了。跟着您，弟兄们心里才有底。就是崔总账家里的那位董老师，在铺子里赊了不少账，挂的全是您的名。崔总账的意思是，这些开销就算在咱们魏家头上了。董兰依竟然赊了1000多大洋的账，还真把自己当成这公馆的女主人了。崔宋说的不算，全部记在账上，到时候直接找他本人讨要，1分都不能少。得令，有了大小姐这句话，我这就去把这笔账算个明明白白。你把那些铺子的经营权全收回了？
你这是想干什么？想跟我彻底分家吗？魏淑敏，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善妒跋扈的样子，我不过是要抬个姨太太，你就闹得满城风雨，家宅不宁。董老师，您尝尝这个。让你回来吃饭，你摆什么大小姐架子？妈咪，父亲说了，董老师入府后会全心照顾我们，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妈咪别生气了，以后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和和气气的多好。总统府特令到了，来了，终于来了。兰姨，肯定是我请调集的批文到了，顺便准了你的身份。董老师要名正言顺地当我们的新妈咪了。是崔宋的如意算盘，还是我姑母给我办的离婚协议？很快就见分晓了。崔宋接令，经内政部裁定，准许魏淑敏与崔造解除婚姻关系，即日起生效。魏氏名下所有随嫁资产房范由魏氏全权自行支配，此后男婚问女嫁，互不相干。什么？判离婚了？这怎么可能？终于等到了，只要这封批文一下，兰姨就能名正言顺进门，这副总长的位置也更稳了。内政部特令，兼总统亲笔批示，魏家淑敏秉性纯良，作风正派，克勤克俭。经查崔宋私生活不检，纵容外事，乱续家宅，实非良配。自即日起，判定魏淑敏与崔造解除婚姻关系。所有随嫁房产、商号、存款一律清点交割，全数归还魏氏，任何人不得滋扰阻拦。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申请的明明是给兰姨名分的准和，怎么会是离婚裁决？怎么会这样？一定弄错了，特派员，一定是弄错了。魏淑敏服从巡捕判定，谢部长主持公道，谢巡捕清明。崔宋，文件在此，难道你要藐视法度，抗命不从吗？直部崔宋，接令。怎么会是判我们离婚？这不可能！魏淑敏，是你！我就知道是你捣的鬼！你一定是通过你在金陵的那个姑母，暗中给部里施了压。你这个最毒妇人心！你竟然敢背着我断了我的后路，毁了我的名声！放肆！崔副总长，请注意你的言辞。上面的批示也是你能随便妄议的？你是在质疑上面昏庸吗？你若是对这份离婚裁决有半点异议，大可现在就跟我回金陵，去上面面前当面陈情啊，敢吗？哼！这两位崔家的少爷小姐也别在那儿愣着了，按照特令，你们的监护权归属也得按规矩办，过来签个字吧。特派员，难道连崔妾和宝儿也要按照这道命令跟他走？淑敏，他们可是我的亲生骨肉啊，是崔家唯一的根。淑敏，这两个孩子是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就算我们的婚姻出了一点小意外，他们也还是你的亲骨肉。难道你真的一点旧情不念，非要让他们在这个岁数就经历家破人散吗？你难道真忍心让他们在外面被人指指点点，说他们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崔宋，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嘴脸，他们是谁的根，与我何干？崔副总长，您先别急着喊冤，
您误会了。金陵的魏部长和部里几位元老都听说了，您府上的这2位公子小姐，平日里可是极有主见的。小小年纪，心眼儿就比大人。听说他们连家里谁该当正房，谁该当偏房，都能分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帮着外面的一介派来欺压自己的亲妈。所以部里特意交代，这份裁决必须由这2位有主见的小主子亲自领受，亲自签字。崔器、崔宝儿，你们给本员听仔细了。鉴于崔季、崔宝儿长期对生母魏氏言语无状，行为忤逆，现依据特令，自即日起，魏淑敏正式放弃对2人的监护权与抚养义务，彻底断绝一切母子母女关系。等魏女士搬出公馆，你们不得再去纠缠，更不得踏入魏家门槛半步。你们若是在这断绝书上签了字，事后再敢滋扰，便是寻衅滋事罪，严惩不贷。特派员叔叔，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是妈咪了？是不是说以后他再也不管我们了？那我们的学费、我的零花钱他都不给了吗？别耽误时间，本员还得赶火车回京复命。来人，让少爷小姐签字。10年的心血喂出2只白眼狼，既然你们认贼作母，那便随了你们的心愿吧。你要走，魏淑敏，你竟然真的敢去求下令离婚，你竟然真的要抛下这个家走！你看看他们，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他们，他们是你的亲生骨肉，是你肚子里爬出来的，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说不要就不要了？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能狠下心抛弃。魏淑敏，你这个女人的心肠难道是生铁铸成的吗？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你根本不配当一个母亲。崔宋，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你胡说什么？你不是一直嫌我善妒，嫌我跋扈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我容不下你那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心尖虫董兰姨吗？如今我顺了你的愿，我把这崔家夫人的位置腾出来，把这偌大的公馆，还有你这些视若珍宝的宝贝儿女，全都让给你们一家人好好团聚。怎么，我现在放手成全你们了，你反而不乐意了？父亲，您别费劲了。妈咪既然已经求了断绝书，那就是铁了心要走。再劝下去，除了让妈咪觉得咱们家烦，也没别的用处，何必自讨没趣？爹爹，您别担心我们呀。妈咪要是搬出去了，平日里董老师也常陪着我们读书、看电影、吃西餐呢。我想我和哥哥肯定不会感到孤单的。董老师比妈咪温柔多了。小何，去告诉外面搬家公司的人，可以进来动手了。动作都给我快点！大家记住，凡是带魏字印记的家具、古董，甚至是墙上的一盏西洋壁灯，都给我小心搬走。今天就是一片纸屑，也别给他们崔家留下。
那对景泰蓝的珐琅彩花斗，你们几个手脚轻点儿，那是我们魏老太爷在世时亲手交到大小姐手里的陪嫁，磕坏了一个边儿，你们就是赔上命也抵不了。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简直是反了天了！这可是崔副长的公馆，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闯进来打劫，还有没有王法了？全给我放下！哟，这不是那个人人敬仰、教书育人的董老师吗？哦，瞧我这记性，刚才金陵那边的裁决书都已经念过了，这称呼啊也该变变了。现在啊，我得改口叫您一声董姨太太了。你，你叫我什么？你这个小妮子，你再跟我说一遍！这些家具、古董进公馆的时候就是登记在册的，全部都是崔家的宫中财物，你们这叫擅闯民宅，叫抢劫！再不住手，我就立刻去巡捕房，叫人把你们全抓起来！董姨太太，你要是耳朵背了，我就再大声提醒你一遍。我家大小姐和崔宋是签了金陵巡捕开张的和离裁决书的，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男方崔宋由于过错导致婚姻破裂，女方所有婚前财产陪嫁，一律全额清点返还。白纸黑字巡捕的大印，你看得懂吗？这院子里摆的苏绣屏风，屋里吊的水晶灯，甚至连你脚下踩的这块波梭地毯，全都是当年魏家老太爷给大小姐备下的嫁妆。如今大小姐走了，这些东西连同我们这些魏家跟过来的佣人，自然要跟着大小姐干干净净的离开，一片叶子都不会给你们留下。怎么，董姨太太莫不是在这公馆里住久了，真以为这泼天的富贵是靠崔宋那点可怜的死工资撑起来的？没了我们大小姐，你猜猜看，这崔公馆还能剩下几个子儿？你这个爬上位的姨太太，以后还能不能穿得起这么好的真丝旗袍？就算和离，你们魏家也未免做得太绝了，竟然真的连个茶杯、一盏阳灯都不留。留着给谁用？留在这里沾染你们这满屋子的氨糟气吗？我怕脏了我们魏家的东西。董姨太太，你睁大眼看清楚了，不仅是这些物件，这公馆里从管家到厨妇，从司机到老妈子，一共36个人，全都是魏家的佣人，拿的是魏家发的工钱，雇佣合同全在大小姐手里。今天这些物件我们要带走，这些伺候的人我们也一个不留的全部撤走。哥哥，妈咪真的把人都带走了，连每天帮我洗澡的陈妈、给我梳头的阿翠都不见了。晚上谁给我讲睡前故事？谁给我炖燕窝粥？这里好黑，我怕。别哭了，妹妹，不过是几个佣人离开而已，至少以后不会再听到旁人的絮叨了。父亲如今身居要职，家里不愁开销，回头再招些人手就是了。妹妹别伤心了。可是我现在口渴的厉害，我想喝热可可，可厨房里连火都熄了，根本没人给我倒水。魏淑敏，你别得意的太早，你走着瞧，离了这崔公馆，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二婚弃妇，名声臭了的女人，在这个世道寸步难行。我看你以后能落得什么好下场，总有一天你会走投无路，求到我们面前来。
愣着干什么？动作快点，别在这耽误我的时间。舒敏，你真的要把事情做这么绝，一点退路和余地都不留给为夫吗？这7年，我做到副总长的位置，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由你说了算。我自问待你不薄，这家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你的心血。难道你就真的没有一点点留恋吗？崔副总长，你问我留恋什么？留恋你拿着魏家资助你的经费，在秦淮河畔的洋房里金屋藏娇，还是留恋你一边在同僚面前立着深情人设，一边将我这7年的心血和付出视若草芥？亦或是留恋你纵容那个满腹心机的女人，叫嚣我的亲生骨肉，让他们管我叫母老虎，管她叫好干妈？这7年的泥潭，我今日终于爬出来了，我只会庆幸自己重获新生，何来留恋？父亲，妈咪既然已经决定了，您就别再求她了。我尊重妈咪的一切选择，家里有父亲在，以后兰姨也会好好照料我们，我们依旧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开车吧。舒敏，我的好妹妹，你可算舍得的从那狼窝里出来了。这几年你真是受苦了。那崔宋算个什么东西？当年要不是你父亲帮衬，他现在还在县城里当文姑呢。他竟敢这么作践你，简直是丧了天良！舒敏，这天杀的崔宋竟然敢这么糟践你，他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咱们家当年的一个门生。嫂嫂，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快请坐。小何，去跑一壶前2天刚送来的顶级龙井。你出了离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来吗？你兄长气得整夜翻身，大半夜还在书房摔了杯子。他今天天没亮就嘱咐我，一定要把你接回魏家老宅去。你兄长说了，外面天大的事有他这个当司令的哥哥给你撑腰，绝不能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这份窝囊气。嫂嫂，替我谢谢兄长。不过，我不打算回老宅住。不回去？舒敏，你糊涂啊！你现在离了婚，一个单身女子单独住在外面，指不定外头那些长舌妇要怎么编排你。魏公馆才是你的底气，是你回击那些流言蜚语的本钱啊！这宅子自是极好的，我听说这以前可是某位前朝亲王的府邸，后来被咱们家买下，做了实业公司的账房。没想到你把它重新装潢得如此时髦。可这里终究太冷清，要不还是搬回老宅住吧。不必了，嫂嫂，我在这里住得心安。我手中有哥哥分给我的产业，有魏家的支票簿，身边有忠心耿耿的佣人，没人再敢给我气受，我也不必去讨好谁的脸色。这种自在，我求了7年。回了老宅，反倒要受那些规矩和各路社交的约束。你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连你兄长都说，若是你是男子，魏家的生意轮不到他来管。但是舒敏，你兄长特意让我问你一句，你和那崔宋
可真的是断干净了，心底可还留了余地。嫂嫂，您觉得呢？你兄长的意思是，当年崔宋不过是个穷学生，是我们魏家出钱送他出国，又出人脉出力气，一节一节台阶把他扶到了如今副总长的位置。如今你们既然签了和离书，那魏家给他的那些梯子也是时候该撤掉了。你兄长在等你的态度，只要你点头，他就对他彻底放手了。哼，舒敏，你要想清楚，当年是我们魏家砸了半个家底，在金陵上下打点，才把他崔宋扶到了副总长的位置。没了魏家这棵参天大树在背后给他遮风挡雨，崔宋那块青年才俊的虚伪罩子，恐怕很快就会被砸得粉碎。到那时，他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你想必清楚。你兄长就怕你心里还惦记着那点夫妻旧情，万一他落魄了，你又心软下不去手。政界上的博弈，让兄长自行定夺便是。崔宋是平步青云还是跌落迷塘，与我魏淑敏再无半分干系。总之，我与他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大小姐，打扰您清修了。什么事儿值得你们几个大掌柜一起跑一趟？大小姐，听闻您要收回崔公馆名下的信用额度，尤其要向董小姐催讨这几年的欠款。这不，绸缎庄、珠宝行还有西洋百货的掌柜听说后，特意把董白衣这几年赊账的本子全都带来了。魏小姐，您可算露面了。那个董兰衣，这3年在我们庄子里，光是进口的真丝和顶级天鹅绒旗袍就定做了不下200套。还有，上个月他一口气拿走了10件极品银狐皮大衣，说是给崔副总处长府里的亲戚送礼，全记在您的信用账户上。还有店里的红宝石项链，整套的老坑翡翠头面，他眼睛都不眨就领走了。甚至还给崔家那位刚满岁的大小姐打了一把纯金的长命锁，也说是您准了的。还有我们店对前朝的官窑花瓶，董兰衣说要摆在崔长的办公桶里充门面，直接派魏家的车子来搬走的，说是您点头同意的，记魏公馆的账。小何，算算吧。小姐，这7、8家铺子的账单加起来，这3年里，董兰英打着您的旗号，竟然挥霍了整整5万大洋。好一个追求灵魂自由、不染铜奏的女人！哼，我们的崔副总长也真是。为了撑起他那两袖清风的名声，死要面子活受罪。他每月只拿着政府发的那点死薪水，还要撑起副总长的门面。这5万大洋的真金白银，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还。大小姐，那您的意思是，这笔一直挂在您名下的烂账，咱们该怎么个讨法？既然我已经和他签了离婚协议，搬出了崔不管，这账自然1分钱都不能再记在我魏淑显头上。各位掌柜，你们开门做生意，赚的是辛苦钱，欠债还钱，哪怕告到巡捕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大小姐说的对。你们现在就带上商会的保镖和家丁，拿着这些盖了章的账本，开着车，大张旗鼓的给我去崔公馆收账，就去找那位董兰衣小姐，找我们的崔副总长要。记住，不给钱就在门口等着，要是有人拦，
就给我喊，让整条街的街坊邻居，让那些报社的记者都听听，闹得越大越好。明白了，大小姐您放心，这要账的敲门转，我们哥几个比谁都使得顺手。今天要是拿不到支票，我们非把崔公馆的大门给拆了不可。大小姐，您是没看见，那几家大掌柜带着保镖把崔公馆围得水泄不通，报社的摄影机闪光灯都要把崔宋的眼睛晃瞎了。那个姓董的女人躲在门后头，连头都不敢露。这一下，崔宋那张自诩清高的脸，怕是要被按在金陵路的柏油地上反复摩擦了。这不过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好戏才刚刚拉开大幕。崔宋、董兰一，你们欠我的，我要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我要让你们在金陵城再无立足之地。舒敏啊，你可算来了！打从你搬出崔公馆，我这帖子里里外外给你递了3回，就怕你不肯赏脸，嫌我这儿吵闹呢。沈夫人设宴，我若是再不来，岂不是太不识抬举了？今儿一进这园子，瞧见您这满园的名贵月季，当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哎，你们听说了吗？行政院那位崔副总长家前2天可是闹出了天大的笑话，大半个南京城的报社都出动了，长枪短炮的堵在门口要债呢。什么？副总长公馆被讨债？快仔细说说，这唱的是哪一出啊？还能有哪出？就是那位自诩才女的董小姐呗。听说几家顶级绸缎庄和珠宝行的总经理亲自带队，领着10几个保镖，把崔公馆的大门堵得死死的，张口就要那个董小姐还账。哼！平时看着穿金戴银，在慈善会上装得跟圣母似的，挥霍魏家的钱不手软。如今正主一撤资，他倒成了缩头乌龟躲起来了。就是，我也听说了，他连面都没敢露，全让管家在那儿挡着。最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崔副总地长下班回来，公馆门口聚了几百号看热闹的百姓，甚至还有讨饭的跟着起哄。崔宋那张脸啊，当场就气成了猪肝色。为了平息这事儿，崔宋最后只能开了支票销账，整整5万大洋啊，真金白银的现款。5万大洋，就凭崔副长那点死工资，还得养着一大家子，这一下子怕是连他的副总国环官邸都要抵押出去了吧？你们是没瞧见，崔副总长呢，为了凑那5万大洋，连董兰一那对压箱底的金镯子都给撸下来抵债了。如今的崔公馆里啊，怕是连买菜的现钱都要按脚算了。舒敏，你这招釜底抽薪使得真漂亮，离了你魏家的财力，我倒要看看那个才女拿什么在金陵城装高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她若真高洁，当初就不该伸手拿魏家的1分1毫。哼，说得对，那种女人就该让她穷得去睡大街，真当咱们这种人家的门槛是好进的。我的天，她竟然还有脸出现这儿！瞧瞧，崔总长还真是色令智昏，竟然真把那个接近公馆的姨太太身份都还没洗干净呢，就敢硬挤进大帅府的堂会，谁给他的胆子？也不怕脏了这块地界。他倒是费尽心机想上位，就算跪着进了门又如何？终究没个正经的名分，是个见不得光的玩意儿。折腾了半天，也不过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妾。
这种身份在咱们社交圈里，连伺候人的老妈子都瞧不上他。可不是嘛，就连咱们府上那些能出来帮着应酬的姨太，都嫌跟他站在一起掉价，生怕沾了穷酸气。这裙子的花色太老土了，我不喜欢，拿回百货店，让他们找杨师傅给我重做。妈咪！崔家小小姐，请自重。你我之间缘分已尽，在外面不可如此称呼我，免得坏了魏家的名声。妈咪，你为什么要走？你都好久没回公馆看我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些日子过得好惨？董老师天天跟我说是你心狠，是你为了自己快活，把家里的金条和存款全都卷跑了，才让我们过苦日子的。第一，我走的时候拿走的只是我魏家的嫁妆和这些年我经营公司的红利。第二，属于你的那份信托教育基金，我一分没动，都留在了银行。可是董老师说家里没钱了，连爸爸的工作都快保不住了。他把我的存折收走了。妈咪，我现在连一件像样的洋装都做不起了。今天穿这身旧衣服出来，他们都在笑话我。你能不能先给我1万大洋？不，5000也行。不能。妈咪，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怎么能看着我穿成这样被人笑话？你明明有那么多钱！崔宝儿，你记着，我今日若是心软借了你一回，便必定有第2回、第3回，没完没了。从今往后，你的好董老师就会舒舒服服地躺在公馆里喝茶，指使着你来找我要钱养活他，养活你们那个吃软饭的爹。你当我是什么？崔公馆不具名的提款机吗？说吧，是不是他教你这么干的？是不是他告诉你，只要你到我面前哭2声，喊几声妈，我就会像以前一样乖乖把钞票掏出来供你们全家挥霍？宝儿，你妈咪最疼你了，你去求求她，她手里露出一点点，就够咱们全家吃穿不愁了。可是，我也真的是想妈咪了呀。董老师说，只有你能救爸爸了。崔宝儿，金陵最高巡捕签署的离异判决书是当着你的面宣读的。你当时选了你父亲，选了董兰一。从那一刻起，魏淑敏就已经不是你的妈咪了。现在的我是魏氏商行的掌权人，你若要钱，按商界的规矩，拿东西来抵押；若要亲情，去找那个教你撒谎、教你卖惨的董老师要吧。妈咪，宝儿已经在百货门口看了那件白蕾丝洋装好几次了。她只是想要一身像样的新裙子，不让别人笑话她是没妈的孩子。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崔家的小少爷和小小姐啊！淑敏，咱们赶紧走吧。这大帅府的高端堂会，安保是怎么搞的？怎么什么不干不净的小要饭都能溜进来？真是晦气！
我正好有桩关于那批南洋布料的私事要和你商量，咱们借一步说话。哥哥，妈咪是不是真的不想要我们了？她以前最疼我的。崔七，你刚才光顾着那2个孩子，可注意到一件事儿？什么事？输在那边的露台上，督军夫人今天可是有意无意的一直在暗中盯着你看呢。佳怡姐，那些人围在那儿，大概是想看看我这个刚请了姑母出面强行休了崔总场的女人，会不会因为没了部长夫人的头衔，就在这园子里偷偷抹眼泪的笑话吧。你这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别人看你是看笑话，可那位督军夫人看你，那眼神简直像是瞧见了心尖上的宝贝，全是赞赏和盘算。你还不知道吧？督军家那位刚从天远军校回来的亲弟弟徐怀启，到现在还单着呢。那徐小爷的品貌在世家阔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还没回国，门槛就快被媒人踩烂了。如今他刚受了闲，督军夫人这几个月流水似的给你下帖子送补药，其实就是在暗暗考察你呢。考察我？对啊，督军夫人那是聪明人，她是在看你对崔家那2个没良心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断干净了，看你有没有当家主母的魄力。今日看你当众把崔家的东西扔出门去，那份决绝劲儿，我看督军夫人恨不得当场就把定亲的戒指塞你手里，她是满意极了。不了，嫂嫂，烦请你替我把督军夫人那边的好意全推了吧。为何啊，淑敏？那可是徐家，手握兵权，徐怀启又是那样的青年才俊，这种打着都难找的婚事，你图什么呀？嫂嫂，我不想再婚了。我好不容易才催公罐管那个火坑里跳出来，还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呢。我现在名下有3家绸缎庄，2处临街的铺面，银行里的存单够我这辈子挥霍不尽。我不用看婆家的脸色，更不用去讨好那位满肚子虚伪仁义的崔先生。我为何要放着好端端的自由身不要，再去跳进另一座大宅门，给自己请一个祖宗回来供着？淑敏，你这说的是什么糊涂话？这城里的风言风语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世道，女人家若没个男人撑腰，总归是没个归宿，活得不体面啊。从前我也以为女人非得依附一个有权势的丈夫，才能在社交场上站稳脚跟。可在那崔家受了7年的搓索，我算是活明白了，指望男人的良心，不如指望我手里的银钱。我的体面我自己挣，我的归宿我自己建。淑敏啊，我那胞弟怀启前些日子刚从云起军校回来，如今在军政府任了要职。他虽然性子傲了些，但人品样貌在这城里可是拔尖儿的。他如今刚过而立之年，一直忙于公务，家里连个知冷知热的贴心人都没有。我想着你们2人若是能找个时间见见。多谢夫人美意，怀启先生是人中龙凤，淑敏自然是钦佩的。只是我与崔部长的离婚风波才刚过，我实在没心思再考虑婚嫁之事了。你这孩子就是太谦逊了。也罢也罢，既然你眼下还没这心思，我也不能强求。瞧瞧，那就是那个打着家庭教师的名头，连哄带骗进了崔府的董兰溪。听说他手脚不干净，打着魏家的名号在外面疯狂赊账挥霍，真是不知羞耻。可不是嘛！哼。今天是督军府的慈善晚宴，怎么连这种货色都放进来了？真是拉低了咱们的档次。嫌空气不够脏吗？
姐姐，真巧啊，竟能在此处遇见您。哪来的野路子？离我家夫人远点儿！让开！这位太太，说话放尊重点。谁是你姐姐？别在这自作多情，乱攀亲故，脏了我家小姐的路。哼！翠七，外头风大，别闹了，跟阿姨回去吧。咱们该回公馆了，你父亲还在家里等咱们呢。别碰我！翠七，你怎么能这样同我说话？我可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看，那不是崔部长家的小少爷吗？怎么在这儿闹起来了？旁边那位看着眼熟啊，是不是就是前几天刚登报声明离婚的魏家大小姐？老婆前脚刚离婚，这小三儿带着儿子就在大马路上拉扯，看来这场面今天有热闹瞧了。宋哥，你可算来了！翠七他不肯跟我回去，还当众给我难看。魏淑敏，你给我站住！魏淑敏，你到底想做什么？离婚声明才登出去几日，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地赶着找下家了？怎么，崔家的门庭你如今瞧不上了，就忙着来攀督军府这棵高枝？你以为人家真的看得上你？魏淑敏，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离婚声明才登报几日，你就这么急不可耐的要另攀高枝？怎么，我崔家的门庭如今容不下你，你便赶着来巴结督军府的权贵？崔总长，请您自重，这里可是督军府的大门外，我家夫人与您已经登报离婚，白纸黑字，城里人人皆知。您再这样死缠烂打的纠缠，未免太失体面了吧？放肆！这里有你一个下贱佣人说话的份儿，给我滚开！崔总，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这可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我与你离婚之事，地方法院已有正式文书，报馆也登了头版声明。你我如今再无半点夫妻名分。这是法院盖印的离婚文书。崔部长，你身为政府要员，总不至于连政府的法令都不认吧？你少拿法院的破纸来压我！你魏淑敏嫁进崔家整整7年，是我崔宗明媒正娶的太太，便是离了婚，也轮不到你转头就去讨好别的男人。你生是我崔家人，死是我崔家的鬼！都离婚了，还管人家交际应酬，真是霸道的没边了。崔总长这话说的可真不体面，哪有做官的半点气口？就是前夫当街闹到督军府门口，真是不怕丢了头顶上的乌纱帽啊！你以为督军府是真心看上你这个离过婚的二手女人？他们看中不过是你魏家背后的钱庄铺木，还有你父兄在商会里的那点门路，你还真当自己是个香饽饽？我再重申一遍，我魏淑敏如今是清清白白的自由之身，我要同谁往来，要去何处赴宴，甚至将来要不要再婚，都轮不到你一个前夫在这里指手画脚。崔总，你今日在徐督军府门前大庭广众之下强行拦我的车，质问我的行踪，辱我名声，坏我清誉，你到底是舍不得我这人，还是舍不得我魏家那泼天的产业？离婚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你我婚姻关系已彻底解除，你若再纠缠不休，便是公然藐视法院，更是蓄意扰乱督军府宴席秩序。崔总长，你是要当众跟法律过不去，还是想挑衅督军府的威严？
魏淑敏，你不能走，把话说清楚。崔桑，放手！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成何体统？你堂堂内阁奖长，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要了吗？体面？魏淑敏，你是不是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如今是什么可悲的处境？我什么处境我自己心里清楚得很，还轮不到你来好心提醒。你以为督军府是真心想请你进门喝茶？你以为他们真看得上你这个被休弃、离过婚的破鞋女人？魏淑敏，你别忘了，当初为了给我生下崔介和宝儿，你在产房里大出血，九死一生。一个不能再生养的废弃女人，除了我崔宋念及旧情肯容你养你，你以为这世上还有哪个有头有脸的人家会要你这种货色？你趁早给我断了那些再嫁的不切实际的念头，离了我崔家，你魏淑敏什么都不是，连条狗都不如。这就是我全心全意扶持了7年，倾尽魏家财力，陪他从一无所有的寒门学子走到总长之位的丈夫。我当年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拼了命为他生儿育女，换来的却是他今日当众揭我最深的伤疤，拿我最痛之处来狠狠羞辱我。魏淑敏，你该认命了。崔总，刚才那些话，亏你还是个读过圣贤书、做到政府总长位置的人，你能说出这种丧尽天良的话，你扪心自问，你还是个人吗？淑敏，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刚才是我一时糊涂，猪油蒙了心，才说了混话。可是你听我一句劝，绝了再嫁的心思吧。这世道险恶，除了我，谁还会真心实意的待你？你跟我回公馆吧。咱们忘了这些不愉快，重新来过，好不好？你走了以后，公馆里乱成了一锅粥。崔庆那孩子脾气犟得很，已经整整2天没正经吃过一顿饭了，人都饿瘦了一圈。还有宝儿，每天夜里都会从梦里惊醒，哭着喊着要找妈妈。淑敏，就算你恨我，难道你连亲生骨肉都不要了吗？我也离不开你。这个家真的不能没有你啊！崔总，我17岁那年，10里红妆，带着半成的嫁粮，风风光光的嫁进你崔家的大门。这7年来，我为你操持里外，为你生儿育女，把命都差点搭上。你当初不过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书生，是我魏家的生意拿我爹给我的提子钱为你上下打点，为你铺平了这往总长位置上爬的康宽大道。即便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便我不求你结草衔软的报答，也求有一个最起码的夫妻尊重。可你呢？你当了总长，手里有了权势，心就变了黑了。3年前你背着我使了手段，在外面弄了个公馆，偷偷摸摸养着董兰溪那个狐狸精。做了外事你油钱不够，你还要把那个女人弄进我家，让她跟我平起平坐，让我日日看着你们恩爱缠绵，看着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去管那个女人叫娘。崔葬，你欺人太甚！崔总，现在你想起这个家需要我，你不觉得太晚了吗？你需要的根本不是我魏淑敏，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帮你免费管家，能供你随意挥霍魏家财产，还能对你养外宅忍气吞声的活体招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结发妻子，可你扪心自问，这些年你有哪怕一天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看过吗？你竟然全都知道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就是包不住火的。你当这城里的人都是瞎子笨蛋，就只有你崔大总长一个人是绝顶聪明吗？简直可笑至极。督军夫人，
感谢您这段时日对舒敏的照拂与错爱。今日扰了您的清静，是舒敏的不是，您的这份大恩情，舒敏铭记在心。诸位夫人、各位商界的同仁以及父老乡亲，我魏舒敏今日在此，当着全城人的面宣告，我与崔宋的离婚手续已由仲裁院终审宣判，正式生效。从今日起，我魏舒敏自立门户，重整魏家商业旗鼓。从此以后，世间再无崔太太，只有魏家的魏舒敏。我在此立誓终生不嫁，绝不依附于任何男人。往后魏府重新开门设宴，还该解个妹，各位贵人赏脸莅临指教。舒敏，不行，你绝对不能自立门户。魏家没有个男人顶着门楣怎么行？你快跟我回去！拦住他！这里是督军府，由不得阿猫阿狗在此撒野，更莫要惊扰了魏老板的清静。走，别在这里碍眼。督军府不是你这种人撒野的地方。放开我！我是内阁官员，我要见舒敏。舒敏！宋，天冷了，喝口热汤暖暖身子。舒敏，你堂堂魏家大小姐，竟甘愿陪我吃苦。我崔宋发誓，这辈子绝不负你。你竟然真的要自立门户，舒敏，你竟然宁愿舍弃过去的一切，宁愿背负这些流言蜚语去自立门户，也不愿再回头看我一眼了。我说舒敏，我和你嫂嫂也没得罪过你吧？既然婚都离了，你就该搬回魏家大宅住。你一个女人家，躲在这公馆里，整天跟账本打交道，连家都不回，你让爹妈在天上怎么看我这个哥哥？大小姐，这是上个月各大洋行发来的货单，请您过目。我说舒敏，大哥和你嫂子又没亏待你，你放着家里的公馆不回，非要躲在这药铺里受累，到底是怎么想的？进出口药材生意，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可你一个女人家，在这商场上抛头露面，整天跟那些满身铜气味的商人、洋行买办打交道，你就不怕这城里的唾沫星子淹了你？那些嘴碎的人议论起来可难听极了。大哥，这城里的议论，我从离婚那天起就没打算往心里放。在崔公馆那7年，我谨言慎行，当够了人人称赞的贤惠太太，处处为了维护崔宋的面子委屈自己。可结果呢？换来的是外室进门，是骨肉离心。我再也不想钻进另一座围城里，去服侍另一个男人的衣食起居，去看别人的脸色度日。女子自立门户，虽然起步难，但我能给自己做主。这门外乾坤大得很，我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更不用等谁赏口饭吃。我崔淑敏的命只能握在自己手里。好，不愧是我魏家的女儿，有这等气魄。既然你不是一时兴起受了委屈，那大哥便随你折腾，你只管放开手脚去做。只要我魏慎还在这一天，魏家、魏司令部就是你永远的后盾。哼，谁敢看你的笑话，那就是在看我魏某人的笑话。我倒要看看，是这帮长舌妇的嘴硬，还是我手下兄弟的枪子硬。魏淑敏女士，鉴于您在实业救国及妇女慈善事业上的杰出贡献，市政厅特发此嘉奖令，准予魏氏公馆正式落成，并颁发巾帼实业模范匾额。魏淑敏领受政府嘉奖，此后今年定当不负众望，自立自强，为家国实业尽绵薄之力。
夫人，您瞧瞧，这牌匾比崔家那酸腐的老古董可气派多了。从今天起，咱们是真真正正的主人了，再也不用看那些乌烟瘴气的人的脸色。这块牌子是我魏淑敏自己挣回来的，从今往后，我便是自己的靠山。北平商会王会长贺大展宏图纯金摆件一座，申报主编林先生贺名家亲笔题字苏绣屏风一套，驻军卫司令部送德造留声机一台，并洋枪实感护院，贺大小姐乔迁之喜。魏老板今日真是光彩照人，以后商界可就是你女中豪杰的天下了。王太太过誉了，里面请。今日备了上好的龙井。走吧，别躲着了。今天是母亲自立门户的大日子，咱们诚心诚意过去贺喜，当众给他老人家认个错。他心肠软，总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亲生骨肉赶出来。走。母亲，恭喜您新居落成，我们兄妹二人特意前来向您道贺。崔少爷、崔小姐，今日我这魏公馆开门纳客，来的都是北平城有头有脸的名流，二位若是来贺喜的，礼到即可。只是宾客众多，我这儿门槛高，还请一步，莫要挡了后面贵客的路。娘，您别这样叫我，我害怕。娘，我跑遍了全城的党铺和金匠铺子，才求人把您送我的这只镯子修好的。以前都是我不懂事，被猪油蒙了心。您看，镯子接好了，您原谅我好不好？跟我回家吧。这世上的宝贝要是碎了，即便用再赤纯的金子去补，那裂痕也永远都在。既然已经是不值钱的破烂了，又何必费那个心思？报纸上都说现在是新时代了，新时代讲究的是破镜难圆，玉碎了便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人也一样。妈，从前是我糊涂，是我被董老师的甜言蜜语蒙了心，不知好歹，辜负了您的疼爱。我真的知道错了。这段日子我躲在漏雨的阁楼里，吃着馊掉的剩饭，满脑子想的都是你，越想越后悔，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听信那个女人的挑拨，为了那个不负责任的爹和您置气，甚至还骂过你。瞧见没？那是崔家那个不知好歹的女儿。以前出门都是福特轿车接送，下巴翘到天上去，现在穿的比纺织厂的女工还寒碜。听说崔家早就败得只剩一副空架子了，连下锅的米都买不起了，这不穷疯了，赶着来巴结这位魏大老板了。到底还是年纪小，不知人心险恶，亲妈给攒的金山银山不珍惜，非要去认那个小三儿当后妈，真是活该受这份罪。要是我女儿，早被打死了。如今知道后悔了，晚喽！魏老板现在是什么身份？这公馆大门一端，那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谁还认你这个白眼狼？自打您离了那个家，我才慢慢懂了，这世上除了您，再没人会变着法给我做爱吃的点心，再没人会在我不舒服的时候守我一整夜。妈，那份心意我丢了之后才知道有多难得，我有罪。宝儿，别哭了，街坊邻里和那些记者都在看着呢，给妈留点面子。魏女士，从前是我们兄妹二人年幼无知，受了旁人的叫嚣，做了太多大逆不道的事。今日我们是真心实意来认错的。今天是您开府的大喜日子，我们别无他求。能不能让我们进府坐坐？哪怕只是在偏厅喝杯茶，让我们亲口给您道声喜。既然来了，远来便是客。魏公馆开门做生意，交朋友，没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
来人，夫人有何吩咐？去搬2个圆凳来，就在这大门口放着，请崔先生和崔小姐坐下歇脚。夫人，按您的吩咐，已经去崔家把崔先生请过来了。崔先生，这2个孩子独自在我的公馆门前徘徊，身边连个像样的佣人都没有。如今这世道兵荒马乱的，万一真出了什么差池，怕是崔先生这辈子都难过了。谁让你们偷偷跑出来的啊？不嫌丢人吗？这么多名流宾客看着，崔家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爸，我们没有捣乱，我们就是太想妈了，我们想回家。我算计了一辈子，最后竟落到这般田地。这破败的家，哪里还像个家？魏淑敏！淑敏，从前满城的人都说我崔宋是祖上冒了青烟，他们说我一个穷教书的寒门出身的落魄小子，高攀了你这尊金贵的财阀大小姐。我这心里就像扎了一根拔不出来的毒刺，我没日没夜的想，我就想要爬得比你高，我想证明给所有人看，我崔宋有今天全靠我自己，我不是靠女人吃软饭的窝囊废。我被虚荣猪油蒙了心，我疯了才会去招惹董兰溪那个毒妇，我疯了才会把你逼走，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淑敏，我知错了，我真的彻底知错了。没了你，崔家连个空架子都撑不住，我崔宋更是烂命一条。求求你，看在我们7年夫妻同床共枕的情分上，看在孩子还这么小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跟我回家吧。求求你救救我们吧，妈妈！我们要回家，我们想跟你在一起。崔宋，你求我原谅，可你的心肺早在算计我的那一刻就烂透了。那股腐臭味，即便你现在跪地求饶，我也一刻都不稀罕看。崔先生，往后的日子好自为之吧。夫人，您先歇会儿，尝尝这刚炖好的血烟。夫人，您真是神机妙算。自从咱们彻底脱离了崔家，把下面那些铺子的掌柜重新交打了一遍，这短短几个月的进账流水，简直是翻着跟头往上涨。我核算过了，咱们自己这几家旺库的利润，比以前在崔家被他们明里暗质克扣的时候，还要足足高出30%呢。没了崔家那些填不满的无底洞，也没有了姓董的那种寄生虫，银子自然也就留住了。这世上情爱会骗人，男人会变心，只有握在手里的真金白银和自己打拼出来的底气才最踏实。
老板，按您的吩咐，这阵子我带着几个伙计把北平城各大当铺都跑遍了，只要是崔家或者那个董兰溪名下拿去死当的东西，不管花多少钱，统统砸现银给赎了回来。这不，今天去西城那几家最大的老字号当铺又扫荡了一圈回来，都在这儿了。打开。夫人，这不是您当初离开崔家时特意留给大少爷和二小姐的棒丝缠吗？那锁片后面还刻着他们的生辰八字呢。他们可是崔家的亲骨肉啊！崔宋连自己亲生孩子的护身符都保不住，这些东西怎么全被当了？我早就料到了，落到那家人手里，孩子们的这些东西根本护不住。董兰依那种为了虚荣能吸干人血的毒妇，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些现成的肥肉？老板，您是不知道，那当铺老板提到崔家都直摇头。他说崔府的下人去当东西时鬼鬼祟祟的，后来连崔宋自己穿旧的几件西洋料子衣服都要拿去折价。当初名动北平的崔家，现银早就被那个姓董的女人挥化一空了。崔宋现在为了维持他那个体面人的空壳架子，在外面拆东墙补西墙，借了不少印子钱。这把火快把它烧焦了。把这些东西全熔了，打成金条，锁进银库。我和崔家连最后一点物理上的物件牵连都不要留。看来董兰幽音也是当无可当了，连这些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活该！夫人，您是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窘相。老板，崔家大太太，董兰溪昨日派人将这批首饰死当给了顺天当铺。我一听到风声，就按您的吩咐，用现大洋原封不动地赎回来了。他这是要把崔家的脸面都扔到街上去了。那些首饰都是些过时的旧款式，看来董兰依手头的现大洋是彻底见底了。可不是吗？听说咱们带走了大半的佣人后，崔公馆不仅没钱再雇新人，反而再三裁减人员用度。如今连一日三餐的菜色都减半了，全家老小天天吃素菜汤。现在整个崔公馆乌烟瘴气，听说崔家那对兄妹天天因为零花钱被断的事儿和董兰依吵得砸杯子摔碗呢。那是他们自己选的好小妈，求人得人，有什么好抱怨的？林管事，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锁进银行保险柜里去。既然进了当铺，那就是无主之物，我用真金白银买回来，就与他们崔家再无半点瓜葛。是，老板英明，我这就去办。夫人，您尝尝这刚倒的西坛红茶，我刚才去霞飞路采买，听到了不少北平政商圈子里的闲话，全都是关于崔家的。哦，又闹出什么笑话了？哦，崔家又闹出什么笑话了？这几日北平城的太太圈里都磨叽着呢，办舞会都不给崔公馆下请柬了，就怕董兰依跑来打秋风借钱。董兰依爱慕虚荣，如今没钱装点门面，自然是遭人嫌弃。不过我也给大哥长嫂那边递了话，让他们派人留意着董兰依那边，别让她被逼急了，惹出什么牵连九族的大祸事来。夫人，您都登报离婚了，还管他们干什么？不是管他，我是怕他作死，牵连无辜。行了，让司机备车吧，我要去一趟远郊的云启大学。校长，我今日来是想捐赠一笔重金，用于修缮大学的图书馆和校舍，并设立专项基金，承担贫寒学子们今年的学费与书本费，用于全面修缮大学的图书馆和漏雨的校舍，并设立专项基金，
承担所有贫寒学子们今年的学费与书本费，让他们不必再为五斗米折腰，安心向学。魏女士高义，我带云启大学上百名寒门之女，感谢您的慷慨解囊。校长且慢谢我，云启大学从此以后必须开创招收女大学生的先例，打破这100年的规矩，实行男女同校。女士胸襟，令男儿汗颜。我必定遵从，推进改制。多谢魏先生恩典。夫人，您看，那里怎么躺着个人？还有脉搏，像是饿晕了。在下云启大学学生徐怀启，多谢夫人施恩学校。夫人，这可怎么办？这荒郊野岭的，要不要叫巡捕来处理？既然是云启大学的学生，又有缘倒在我家门前，便不能见死不救。叫司机和2个保镖来，把他抬进1楼客房，去请西医来看看。是，夫人心善，这大学生算是遇到贵人了。嫂嫂今日怎么有空过来了？连提前挂个电话都没有。看您神色匆匆，可是魏家出了什么事？大哥他……哎呀，魏家没事，是你那个前夫崔宋，他出大事了。崔宋，他又被报馆记者登报弹劾作风问题了，还是穷的揭不开锅，去借黑帮的高利贷了？要是借高利贷就好了，那是他自己找死。是董兰溪那个蠢女人，她背地里瞒着崔宋，竟然敢私下收受地方官员的巨额贿赂，插手官场调动。什么？他疯了吗？崔宋好歹也是总长，董兰溪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姨太太，竟敢把手伸上政界。要不说明他小聪明多呢，旁人哪敢想出这等法子。他仗着自己管着崔公馆的应酬，四处接见那些想走门路的地方官交卷，收了成千上万大洋的好处费，却从不替人办事，也不让崔宋知道半点风声。收了钱不办事，他以为这官场是他打麻将的地方吗？可不是吗？起初那些官员忌惮崔宋的权势，不敢告发，要不是遇到个家财犯禁，为了谋个确实走投无路的，估计这事到现在还不会被捅到督察室去。多谢嫂嫂，若不是嫂嫂肯留意着他，提前派人把这事捅破，恐怕他还要酿成祸及九族的大罪了。你这孩子跟我还生分什么？你这人啊，就是嘴硬心软。虽然你口口声声说不管崔家了，但总归你还是看顾那2个孩子的命。你是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董兰姨害死，陪着一起吃枪子儿。崔琦和崔宝儿既然选了董兰姨当小妈，是死是活，我是下定决心不会再沾手了。但只要我在这北平城1天，我就绝不会冷眼看着董兰姨拿着我曾经打下的基业，把所有人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想找死，我成全她。你们干什么？这里可是总长的公馆，你们竟敢擅闯！警备司令部奉命搜查查抄，搜！
崔长官，你这位好姨太背地里打着你的旗号，收受了地方官员整整3万大洋的巨额贿赂，人证物证俱在，证据确凿，带走。老爷，宋哥救我！我没有，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呀！3万块大洋，瞒着我收了3万块黑钱，你毁了我一生的政治清誉，你毁了我的仕途！我要在报上发声明休了你！我崔家没有你这种人！乱着！疯了！乱着！夫人，大快人心，真是大快人心啊！怎么了？喘匀了气再说，没规矩。崔公馆被巡捕抄底了，那董兰一当场被抓进了巡捕部的大牢，大刑伺候，打的那是皮开肉绽，连连惨叫。夫人，听说从大牢里扔回崔家的时候，就剩一口气了。没过几天，就被崔藏像扔破麻袋一样赶出了公馆。崔宋呢？他堂堂内阁高官，家里出了这么大的贪腐案，能轻饶了他？上面看在确实不知情的份上，没有枪毙他，只降了他的职，停发半年薪水，直接被踢出了核心内阁。踢出内阁，降职停薪，对于那种极度虚荣，把权力和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来说，这比直接让他吃枪子儿还要痛苦100倍。这就是他为了那个虚荣的女人背叛我所付出的代价。对了，夫人，那董兰姨死了。她被赶出家门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半夜溜回去把崔公馆最后一点值钱的首饰全卷跑了。结果在外头逃了半年，钱被地痞黑帮骗了个精光，又被巡捕房捉拿归案，直接死在去巡捕房的大牢里了。听说崔宋得知董兰玉的死讯后，在牢房一样的破屋里日夜哭喊，跟疯了一样。董兰玉死的时候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最后被巡捕房用一卷破草席裹了，直接扔去了城外的乱葬岗。舒敏，你这日子过得倒是清静。听说那崔宋现在连个普通科员的女儿都娶不上了，门第是一落千丈。如今媒婆正满北平城给他寻觅那些暴发户商人的姑娘呢。他守着所谓的清高门槛，自以为高人一等，没钱也是白搭。他该谢谢那愿意嫁给他的商户姑娘，搭救他于水火之中。嫂嫂今日这般急匆匆的赶来，不是专门为了跟我说他的笑话吧？当然不是，你大哥昨晚给我下了死命令。你如今都自立门户，开了这么大的公馆，我们魏家的规矩，家族必须让你找人招赘，绝不能断了你这一支的香火。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那前院客房里住着的徐怀成，我看着气度就不凡。你若是对他无意，我明日可就要把他赶出去了，免得孤男寡女住在一个屋檐下，坏了你的清白名声。嫂嫂莫急，此事我心中自有决断。怀启，这半年来你暂住府上，不仅学业出众，也帮我打理了不少洋行生意，我心里是有数的。如今我兄嫂逼得急，非要我找人入赘结婚，你若是不嫌弃，我们去登报签个假婚书，也算应付了他们。你放心，等你大学毕业考入官职，我自会与你办理离婚手续，还你自由，绝不连累你前程。承蒙夫人不弃，我心甘情愿做这上门女婿，绝非敷衍，更无需退路。
图王版权音乐。魏董，您可听说了崔家最近的闹剧？那位曾经的崔总长，哦不，现在该叫崔处长了。他新娶的那位暴发户夫人，可是大事了。哦，崔家又怎么了？听说那位新崔太太正怀着身孕呢，结果被崔宝儿在楼梯上失手给推了一把，当场就见了红，胎没保住。哎呦，真是造孽呀！那新太太我也见过，虽说出身低了些，但是个和气脾性。偏偏这崔家大小姐性子高傲得很，成日里把她那死去的督军外曾祖父挂在嘴边，从来不肯给这位继母半分颜面。这崔大小姐毕竟也是魏董您10月怀胎生下的，您看这事儿闹的，现在新太太被她娘家人上门带走了，闹着要登报和崔少离婚呢。听说崔宝儿也被崔宋狠狠扇了一耳光，关在阁楼里，扬言不准她再踏出房门半步。崔少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如今北平圈子里谁还敢把女儿嫁进他们家？诸位太太说笑了，我与崔宋早已登报离婚，恩断义绝。至于他家的2个孩子，判给了他，便与我毫不相干。他们是好是歹，自有崔家教养。旁人的家事，我不便知会。魏董，不，母亲，是我。崔少爷，莫要乱攀亲戚，叫错了称呼。崔少爷，莫要叫错了称呼。魏董，我也想进云溪大学念书。我听说您资助的学生里，今年有2拿到了公费留洋的名额。如今云启大学的名额千金难求，我也想去。你要上大学求前程，理应是你父亲崔长官为你操持，怎会求到我这儿来？父亲说学问在于自身，不必破费去挤昂贵的教会大学。家里如今也拿不出这么多大洋去疏通关系。这倒是不假。从前你是也常常对我说，金银钞票不过是沾染了铜臭的身外之物呢。你父亲的想法与你倒是不谋而合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从前只见父亲在政府风光，以为他便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才知，只有母亲您才是家里真正的倚仗。母亲，求求您帮帮我。天色晚了，崔少爷，请回吧。母亲，大学的事便算了。这是我和宝儿在西洋果子铺学着亲手做的蛋糕，是我们特意为您做的，求您尝尝。小何，接下吧。夫人，他打的算盘倒是精，一盒破蛋糕就想换一个留洋的前程。
这篇策论文章，我明日会让人掺在寻常考生的卷子里，送进云启大学招生办。若是他有真才实学，大学自会破格录他；若是朽木不可雕，那便是他的命。我能做的，不过是留一次公平的机会。从此以后，我与他两不相欠。您要是不吃，我就拿去扔了，放这儿也是浪费。从前在崔家时，这兄妹俩嫌我浑身伤人铜咒，连口热水都不愿给我倒。我那时满心讨好，倒是很想吃一口他们亲手做的东西，企图修复那可怜的母子情分。如今终于吃到了，却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只剩下无尽的恶心。既然看着不喜欢，觉得恶心，那便直接丢了，别为了不相干的人脏了你的眼。舒敏，你怎么了？小何，小何，徐先生，怎么了？快去叫司机备车，去请红十字医院的张大夫来。不管用什么办法，10分钟内必须把张大夫请到公馆。快去！恭喜徐先生，贺喜魏董，太太这是有喜了。大夫，您可确诊了？从前的西医都说我身子亏损，极难受孕。魏董之前操劳过度，确实难了些，但这位先生细心照料，五品汤药流水式的滋养，这脉象华丽如珠，绝对是喜脉，错不了。舒敏，我是想一辈子和你过下去的，但事到如今，有一件事我不能再瞒你，我必须向你坦白。你说，其实我是镇北督军府失踪的小儿子，大帅是我的亲生父亲。当初北平城议论你的事，我便听说了你。后来我脱离军阀家庭，跑出北平，来到你身边。夫人，你欺我瞒你吗？傻瓜，你那通身的少爷气度，哪里像个落魄大学生？我早就查过你的底细了，只要你对我真心，你是督军公子还是穷学生，又有何妨？怀启，你既然已经回来了，舒敏也有了身孕，不如就顺理成章的搬回督军府来住。你父亲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军政部的实缺，你何必还非要在外头做个上门女婿，丢督军府的脸？母亲，我信奉自由平等，不拘泥世俗礼法。当年我离家，便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生活。他既然创办了独立的企业，我便当支持他。至于孩子，咱们也定下了规矩，将来两家各继承一支便是。这督军府的权势，我并不眷恋。今日在督军府，母亲的话，你可生气了？我不生气，我只是有些心疼你。为了我顶撞大帅夫人，
徐公子，你堂堂督军府的少帅，为了我不肯从军做官，却委屈自己在我这公馆里当上门赘婿，受尽外面政商两界的风言风语，你图什么呢？舒敏，人要是心里觉得委屈，哪怕是给他个总统当，他也只会觉得越来越委屈。可我心里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委屈，只觉得踏实。对我来说，什么金戈铁马、权力倾轧、争权夺利，都不如与你夫妻相守，一起经营咱们这个家，看着孩子平安长大来的珍贵。你不介意被人嘲笑吃软饭，我自然也不介意你出身复杂。咱们这叫新时代的双向奔赴。你现在真的先往心。魏董安好。听闻你父亲为了还债，为你定亲了。你当初被你父亲拿去当掉的那些旧首饰，我让人替你赎了回来，算作你的嫁妆吧。这别当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点情分了，以后不必再来了。雪，妈咪，那个姐姐为何哭得那么伤心啊？因为她要嫁人了，嫁去大西北一个很远很苦的地方，所以她才会知道伤心。电影可算散场了，饿了吧？去吃西餐。进来整顿贪腐，他之前欠了黑帮的钱，又被彻底清算开了公职。听说崔瞻为了躲债，马上就要被流放去西北的苦寒之地做苦力了。让他滚远些吧。好，我们回家。